想说就放个轻松的音乐，自己一个人慢慢打。这个时间有人上线也是不容易哦。小黑啊，怎么还没睡啊？好啊，那我去开 Game 001吧。反正你都过来了，还是你要带我？你带我应该很快啊。如果要的话，就把这个很悠哉的 AI 音乐关掉，干嘛？全世界人都知道你要去厕所了。难得今天全哥已经去睡了。不过通常他如果玩 Diablo 专家级这么早去睡，大概只有一种可能性吧。下次你再看到他的Izumi的账号就已经到 F 了之类的，麻烦你带一下。就是第5章安雅救完之后，然后 Diablo， 不，你想回去打人家？不是啊，我其实有点想睡啊，时间也蛮晚的。这一阵子回来 YouTube 在做影片啊，大概花了10支左右的时间去再重新做什么类似 AI 啦、做游戏啦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那些观看数都不满100啊，大家其实应该看 YouTube 就是为了轻松嘛，所以我们还是要迎合市场的需求。技术性影片看的人太少了，以前 YouTube 还是一个就是大家会分享技术的平台嘛，现在不是嘞，现在就是全娱乐嘛。分享技术好像都各自塞到一些讨论区去，然后你要找自己越来越少。以前去那种论坛问问题，最讨厌就遇到那种就是自以为是的，就是你不回就算了，你不看精华，你都不看精华的吗？第一句回就说先爬精华不会是不是？我就回一句精华是6年前的东西，你要爬什么？爬粉？没有啊，现在 AI 时代之后讲这种呛人家的话的人都没有用了。你知道像卷 AI 的部分啊，像 GPT 那种广泛用的那一种。我们这样玩游戏讲的技术就会有人看了。我们现在是挂着那个皮是游戏有没有？其实内核还是在讲很有技术价值的东西。用 VTuber 讲说这种东西叫做杂谈。我们真的认真在玩也不会有人看，我们又不是多厉害的，对不对？就现在用 ChatGPT 的话，可能的回答的只是一个广泛的嘛。那你如果说你套用那个 Google 的那个 G Mini 的话，它那一个就是所谓的现在最有名的 RAG， 就是你直接喂给他一大本鸟类的那个百科大全啊，或是特定的范围，那他就把它当成讲话是一个基本能力吧。然后因为你喂给他的一些很专业技术的，那他就直接回答你啦。反正现在这 AI 时代那种知识的壁垒变小了，但是就变成说你要会用，你怎么样快速的去使用我刚才讲的那种 RAG 的卷 AI， 然后去回答你的问题。缺点就是其实那都很花钱，你用那些平台 Google 就是要付钱，各种年代有各种年代奇奇怪怪的状况。是用混乱是不是？他竟然跟着你跑？没有啦，就是一招心灵暴政，头上会出现那种像龙卷风的漩涡，短暂时间变成自己，帮你扛炮。我上一季就是拿这招在杀那个崔凡，就他们下一代应该就是都很习惯用这种东西。路上那一种被加混杂一些各种奇妙物品的，东西就变成是你在问完之后，还是得训练你自己的判断能力。有些人问完之后，就连一些不知道对或错的东西都拿出来讲。有没有想过 AI 就是会掺一些错误的东西？现在版本4的那个 GPT， 它会告诉你出处跟来源呢。对，就右边会写，那你就不点，它不点，然后就是错的资讯。右边还是就是农场那一种，可是虽然农场是比较少啊，就偶尔会有错误资讯。现在如果在 Google 上面打一些问题啊，跳出来就是那个 AI 的整理过的答案，其实那个相对准确率高很多。人类你要一样重复慢慢读书嘛，那你就不是站在那巨人的肩膀上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只要在网络允许的状况下，他能够查得到资料，他就只要学会这个东西就够了。那你说什么艺术涵养啊？有一天他就会觉得说，我去读这个书，我心里得到快乐，那是一种艺术涵养，那就 OK 嘛。我们那个年代是不要一直玩电脑，好像玩电脑就去网咖，就是在做什么不对的事情一样那就是你不要整天问 AI，反正老一代的人不能接受，就会觉得下一代的人做的事情都是不对的。我们老了是不是？中老年40岁了，中老年操，20出头世代就是 Google 长大的世代。前一代说你不要什么都问 Google， 那现在就是不要全部都是每个世代的介质不一样，只是证明了这个介质是更好、更高效而已啊。那影片我就觉得超好笑，就是他写太少了，不是我就是一直加往后退，他就是在喝水，我就想说你喝的是洪水，你不知道喝止水。我有看那个影片，如果你没有快转的话，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被缓速了，自带冰冷，我就看他在那边玩盾击，就真的是那种超 slow motion 那一种盾击，所以他来不及跑就对了，不太能对于他自己可能什么强度的情况之下打什么应该会喷多少血之类的。为什么我们聊天室已经有9个人了？刚刚在讲 AI 的事情，不是啊，我原本是放着音乐预期说没有人听，我们就下线。不是，我会在杂谈的时候出现一堆。我们现在是闲聊完全
没有任何激情，然后也没有任何搞笑，死于一般的。你其实我已经快挂了。现在就是洗完澡之后很舒服的状态，就是悠哉到一个不行了。期待我们要说些什么奇怪的话吗？我们现在没有力气搞笑，而且我已经眼神开始涣散了。你知道我今年换了一副，然后他换了一个比较深的度数符合我现在。你侧群就明显感觉到是会很不清楚，就是会模糊掉啦。虽然我可以看很远，是不是哪边有问题？他说你可能有老花，老你个！我哪有老花？我没有老花，好不好？我才40，我没有老。就那一天，全哥就默默的站在旁边，然后我也老花了。我讲说大家都一样啊，我没有老花，我不承认我有老花。那种双手拿着镰刀的法师冲进去，直接打闪电星，上星星的。对，然后打保利竟然还破250，这样真是不可思议。因为他们说穿谜团直接照等级加1点爆多少，然后你身上只要随便一个东西，比如说军帽啊，然后就到200。那个是有钱人家在过的日子，好不好？是有很认真的去看 Uber， 我是说 Diablo 的 Uber， 就是便宜的装备跟贵的装备啊，它便宜像那种军帽有没有？大概就是那种差不多5颗10颗茶叶蛋就可以捡，召唤3个6的，那个算上去。大约新台币可以到13000、14000，就真的有人开这个价钱。当然有没有成交是另外一回事。对，就是欢迎你来讲，但是要从那边直接砍下去的话，你少说几千也跑不掉。那你就看是不是工作室啊？如果说是工作室打，他就挂那个价钱，然后自动交易啊，直接去他们的那种就是在工作室的网站，然后呢，你就是跟他下单，那付完钱完之后，他就是开一个专门的游戏室给你，然后你就会进去，然后就买了，就这样子啊。对，那个东西你就没办法讲价钱。他们现在新的都是用一些 AI 的那个 BXT 嘛，他那个行为就是他也不怕你抓，真的，你去举报他，我就觉得他应该也没什么感觉，那就砍掉一个账号而已。对啊，那现在 Diablo 之前是不是有特价？只需要卖一把次元碎片就够了。最有名的那个网站上面，你跟人家交易的话，你要先跟对方讲好什么时候上线很复杂很麻烦啊。那要是我那个平台上面看，可能组好一把无线，它就是新台币可能200-300块就结束了，真的是 Uber 叫一下就好了。可是我觉得确实那样就很无趣啦，那就不要玩这个游戏啦。那个就你要有一个界限嘛。我自己明的讲，暴雪他们觉得说，我当成什么会造成很多困扰啊？他为了维护游戏品质，他不要有这些事情。你看人家玩那种商城玩的多溜，对不对？你不做，难道这个世界就不存在吗？就有存在啊！月亮你不看它，月就消失了嘛，对不对？那个平台看起来可能贵个4-5倍，可是问题是，照他那个法就是。我们的生意呢是全球营业的，像是车手只要有人代开账号去交易就。实际上啦，他那个交易的平台是一个完全机器人的平台，交易都是 bot， 它是一个 BXT， 然后反正就是你过来跟他讲，他回你话都是在最一开始跟你聊到的那个瑞格，都是 AI， 都是 AI， 然后他就会把直接做成订单，你知道吗？我都觉得他们业界良心都开源了，他就是完全自动交易，你拿的那就是你这个游戏 game 的名称密码。然后就加进去，然后因为你付完钱了嘛，所以他就直接丢给你，然后人就跑掉。为什么我后来会更确定他们就是用 BXT 打怪的？是因为他不是只有卖装备，我觉得很扯，他不是只有卖装备，他有卖陪练的服务，你知道吗？他只差不会跟你讲说小哥哥你要不要上线玩得开心什么的，他已经有陪练了，他只是一个比较无情的陪练装置，你知道吗？只有打那句话的时候是人，然后接下来只要是看到游戏角色一概都是。拜托你本来就是 BXT 就可以练的，谁管你啊？你就是进去加队伍，然后自己管好自己就行。那我就觉得很扯，状况手上就拿了无线，然后他不放技能，就这样他就跟着你跑，就是纯粹的 buff 机，不是他也不用设定其他东西，他就跟着你就好。对，然后就是你不要说我要害他，不好意思，他每一只 chicken 你 chicken 的意思嘛 ，chicken 的意思就是直接中离的时候，他都是当当就出去了，你不要搞他。你如果让他 chicken 2-3次，他就跟你讲说我不带你了。连这种陪练都有，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他应该要不要考虑再顺便替他的那个 XT 直接再回一些这个甜蜜的话，什么小哥哥你好棒之类的，再去截一些图这样子，假装是。对，不是。他最差可以在文字做的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让你感觉有温暖，有温暖的陪练。对，你不过就是个BXT，你竟然对，我们是卖梦想的。之前我们不是都在看人家那个吃鸡，不是都有一些什么小哥哥陪练的，光想到我就觉得很好笑。哥哥陪练啊，镜头另外一边呢，抠脚大叔，他甚至不用抠脚，你知道吗？反正现在全部都 AI 去生成了，他连对话声音都直接仿真人生成就好了。对，然后是一个很冰冷的机房，有没有？然后其实他就一直想说陪练吗？没问题的。然后你还可以发指音跟他讲说，能不能讲点小故事让我笑一下？毁灭人类的时候，
那个他500过来踢500过来就把你一拳打爆，你就想小哥给陪练吧。像这种话从阿洛嘴里讲出来，我就觉得光想到我就觉得很白痴，你知道吗？赛季前面都很贵，打到赛季后面有没有？还是用茶叶蛋代指吧，30颗茶叶蛋就买得到了，真的是不夸张。我那时候赛季末的时候就看一下，我赛季初就打到，我应该直接把它卖掉，说不定我还可以去吃2只版费。你卖不掉啦，因为它就是要有那个网站平台，它也是有他们的营运成本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不管人家开多少价钱，只要你觉得你可以支付，有没有？我都觉得那个是它不是只有物料成本它还有包含它的网站啊、运营啊，然后机房的抠脚大叔。那都是成本，你懂吗？我真的要休息了。为什么我聊天室有13个人啊？是怎么一回事？多了，大家是怎么一回事？对，我们真的要睡觉了，不好意思，2点深夜的无聊话题。2点53分，我们明天其实是2个人都是需要上班的。不会跟我讲你明天要请假吧？你如果真的跟我讲你要请假，我就讲你这个叛徒。3个古代人的契约，符文是哪3颗啊？反正纠顿我就先付一付。7、8、9，你有吗？7、8、9有啊，有啊。7、8、9顺序有。你不知道顺序，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我这边8、9、7吧。你987好不好？给我一个987啊，靠北。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你不要害我相上去，然后变成很897啊，897。好，我对啊，我这是直接开网页了啦。看来今天还是有精华可以剪的，是不是？是要剪什么啊，就是剪那一段啊，用 AI 陪你，然后会那个啊，小哥哥陪练那个，我自己都觉得好恶心啊！我明天8点半还要去上班呢，所以就先离开了。嘿，拜拜。好，晚安各位，感谢各位，拜拜，拜拜。